家中不和时，当是父母为人间佛陀，你是因缘中的修行者。这是一次法会上佛陀给出的教诲。起因是迦叶尊者问了个问题：世尊，若家中不和，心难安宁，该如何自处？佛陀的回答不仅仅是佛学的智慧，其中蕴含的道理更是深如大海。什么叫视父母为人间佛陀？为何说你是因缘中的修行者？如果你曾被家庭的纷争困扰，如果你也曾为父母的固执所苦，那么你绝不能错过这期内容。这不仅是一段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，更是一场关于内心、关于修行的深刻转变。话说，在佛陀的祇园精舍门外，一位年轻人踌躇地站在竹林边，眼神混乱又带着倔强。他叫善行，是舍卫国一位富商的独子，年纪轻轻，商道上已小有名气。然而他的眉头紧蹙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压得透不过气来。他方才与父亲大吵了一架，争执的起因只是他提出要将家族老铺改造成茶馆书社，用以吸引更年轻的客群。父亲却斥他花里胡哨，说他不知敬老，盲目创新，还拍了桌子，说他学业未成，狂妄至极。你怎么总是不信我？善行怒吼时，眼里带着受伤的委屈。他感到疲惫，不是因为被否定，而是这种被反复误解的挫败，像一只钝刀子，割得他遍体鳞伤。于是他离家了，什么都没带，只留下一封只写了4个字的字条：无需寻找我。他以为离开就能解脱，可当他独自走出城门，在黄昏落日之下被风吹冷时，那些平日里习以为常的温暖却一丝丝袭上心头。他想起母亲每天亲手煮的陈粥，父亲每晚故作严厉的咳嗽声，甚至想起他们争吵后的沉默。那种沉默并不是真正的冷漠，而像是一种他们不善表达的深沉爱意。他甩了甩头，不想让自己陷进去。他告诉自己，这不是爱，是控制；不是担忧，是妨碍。他得让自己清醒。可不知为何，他的脚还是朝祇园精舍走去。他听说那里有个觉者，说话像光，能照见人心最深处的黑暗。他本来不信这套，但现在他想试试，不是为了皈依，也不是为了求解脱，他只是不想再一个人胡思乱想。当他走进精舍时，佛陀正好说到因缘中的修行者这一句，不知怎的像利剑般扎进他心里。他的脚步顿住，耳朵却被那句话勾住了。他没察觉到自己已走到了众人中间，直到佛陀目光落在他身上，柔和而澄澈。今日来了一位年轻人，因心难平而前来。善行猛地一震，你说的是我？他脱口而出，语气中藏着一点慌张。佛陀只是微笑，目光慈悲的让人心生敬意。你心中装着烈火，却在寻找清泉。善行的眼神乱了，他低下头，却止不住嘴角的质问。可他们从不听我，他们只在乎自己的老规矩，不在乎我真正的想法。他们不愿放手。佛陀看着他，没有反驳，只是问：你记得你儿时生病的夜晚吗？善行怔住，是谁守着你发烧一整夜，甚至不敢合眼？佛陀继续问，语气仍是平静，却有种让人无处躲藏的穿透力。又是谁在你第一次跌倒时把你抱起，用那只粗糙的手替你拭泪？善行沉默，眼眶湿润。他不想哭，却控制不住。他记得，他怎么会不记得？他们的方式或许笨拙，言语或许刺耳，但那是他们用尽一生所能给予的爱。佛陀继续道，你眼中的陈旧，可能是他们守了一辈子的安全感，你觉得的束缚，或许只是他们的担忧。善行用力咬着唇，他不想就这么认输，他还想说些什么。但你不觉得吗？佛陀的声音再一次缓缓响起，你一直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他们，却不曾用他们的角度去理解你。这句话如同晨钟暮鼓，在善行脑中一声炸响。他忽然想起，父亲年轻时也曾梦想开一间大旅馆，却被祖父以家风否定了。他那时眼里藏着的落寞和憋屈，
跟自己现在是不是一模一样？善行喃喃低语，您是说我该用他们的方式去理解？不是，佛陀微笑，你要用一颗柔软的心去看见他们的本心。善行闭上眼，心中像是打开了一扇尘封的门，光从门缝里洒进来。他想起小时候，他在暴雨中摔倒时，是父亲冲进雨里抱起了他，毫不顾及地把自己淋得透湿，母亲则用自己的围巾包着他的头，还骂父亲没带伞。那个画面他以为早忘了，可此刻仿佛就在眼前。那我呢？他轻声问。我又算什么？佛陀没有立刻回答，而是看着他，像是看着一池正在泛起涟漪的水。你是修行人，修行人。善行重复着，像是在咀嚼这三个字的意义。你以为修行是离群所居，是静坐禅定？佛陀轻声道，可真正的修行往往在最平凡的关系中显现，在爱与误解中，在碰撞与包容中。你不是被困在家庭中，你是在家庭中获得了解脱的机会。善行忽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震动，他望向佛陀，仿佛想再追问什么，可话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。他突然有些明白，佛陀口中的修行者并不是超然物外的圣人，而是一个敢于直面情感，勇于打破执念的人。空气似乎变得轻盈了些，但善行的心还未全然松动，他仍藏着最后一个结，盘踞在心中，迟迟未解。可他们的固执和控制真的不会一直困住我吗？他问，声音有些颤抖。这一次没有愤怒，只有诚恳。佛陀沉默了片刻，他没有立即回答，而是缓缓抬手指向窗外竹林中一块岩石。你看那块石头。善行顺着望去，只见石上满是青苔，四周竹影婆娑，风吹动竹叶，在石头表面投下斑驳的光影。石头不动，却能承受风雨千年，而你若能定心，也能不被风吹乱。佛陀轻声道，父母的固执是他们的业习，你对他们的痛苦是你自己的执念。善行愣住，仿佛看到了一个从未触碰过的世界。他不知道此刻的自己已经在转变。善行的心中仿佛有一阵微风吹过，带着淡淡的清凉，吹散了他胸中那些无法释怀的痛楚。他望向那块青苔斑驳的石头，眼前的景象不再只是简单的自然。他开始思索佛陀的话，石头不动，能够承受风雨千年，而人呢？如果一直在痛苦中挣扎，是不是就无法看到生活中的另一面？如果把自己的心态调整一下，也许世界会变得不那么沉重。他转头望向佛陀，内心的疑问似乎变得更加清晰。世尊，我能理解您的意思，父母的固执与爱可能是他们无法逾越的障碍，而我是否也陷入了自己的执念，无法放下？他喃喃自语，仿佛在寻求一个答案。佛陀轻轻点头，眼中充满慈爱。善行，你看得很透彻，执念正是让人无法解脱的根源。你所认为的固执，也许只是你自己对他们的期待和要求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，而这些局限并不是不可以超越的。关键在于你能否调整自己的心境，从他们的角度去理解，去接纳。善行深深低下头，他的心中开始泛起一阵波动。是的，自己是否也将父母的固执放大了？是否只在自己的标准下去要求他们，却从未尝试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看待问题？这一刻，善行感觉自己内心的某一层防线在悄然崩塌。然而内心深处还有一个未解的结，他依然感到迷茫和不安。但若他们的固执和陈旧真的让我感到无法承受的压力，该如何面对呢？如果我始终感受到困扰，如何放下这些愤怒与不满？善行的声音有些微弱，他的眼神依旧充满挣扎。佛陀并没有立刻回答，他低头沉思了片刻，随后语气温和地说道，你是否曾注意过，世界上的一切都如同镜子，反射着我们的内心？善行愣住，眉头微蹙。镜子？是的，镜子。佛陀微笑着继续解释，
你眼中看到的父母固执，可能是你内心的映射。你觉得他们固执，可能是你自己内心的不安、焦虑和未被接纳的部分反射出来。当你改变了自己内心的焦虑与期望，也许你就能看到他们身上不同的品质：关爱、保护，甚至是无言的牺牲。善行的心猛然一震，仿佛有一道光穿透了他混乱的思维。镜子，这个比喻如此深刻。一直以来，他看父母，似乎只是看到了他们的缺点，仿佛他们的固执与不理解成了自己痛苦的根源。然而，若他改变了看待问题的角度，是否就能看到他们背后的苦衷与无奈？而这些无奈，又何尝不是他们对他的深沉关爱？佛陀似乎看穿了善行心中的变化，目光依旧温柔。若你能放下心中的期待，去看见他们作为普通人身上所拥有的慈悲，你便会发现，自己的痛苦并非来自于他们，而是来自于你自己内心的执着。善行默默地点了点头，眼中的迷茫似乎消散了一些。他开始回忆小时候父母为他操劳的点点滴滴。当他生病时，母亲紧张得几乎不能自持；当他遇到困难时，父亲总是第一个站出来，给予他帮助与支持。虽然这些事他早已遗忘，但此刻他们仿佛重新回到了他的脑海，带着一种温暖的光芒，渐渐填满了他内心的空缺。他意识到自己的父母并不是那种冷酷无情的存在，他们并不完美，也许有着无数的缺点，但他们的爱却是真实的，毫无保留的。每当他怀疑这一切时，他只需回忆那些温暖的瞬间，便能感受到那份始终未曾改变的关爱。原来，我一直都在用自己的眼光去衡量他们，却从未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。善行轻声自语，内心的愤怒与不满开始悄悄消散。他明白了，父母的固执并不是他们对自己的敌意，而是他们固守的那份对自己无微不至的爱。那我该如何面对他们的固执呢？善行再次问道，声音充满了期待，却又带着几分迷惘。佛陀的目光依旧深邃，语气温和。面对父母的固执，你不必强行改变他们，也不必试图去说服他们。真正重要的是，你要学会接纳，接纳他们的不完美，接纳他们的固守，然后用心去感知他们的爱，用宽容去包容他们的不足。你会发现，当你放下了内心的执念，世界也会随之改变。善行沉默片刻，似乎在思考佛陀的话，他的心渐渐平静下来，内心深处的那股怒火似乎被平息了。他开始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宁静，那种由心而生的宁静，不再是逃避或压抑，而是一种真正的释放。此时，佛陀再度开口，声音低沉却充满力量。善行，修行并非逃避现实，修行在于在纷繁复杂的因缘中觉察自己，调整自己，并最终从中解脱。善行抬起头，眼中已有了些许清明。修行，原来如此，他低声说。是的，佛陀点头，你不是逃避困境，而是在困境中找到自我的道路。家中的不和，正是你内心修行的一个契机。这一刻，善行的心彻底明朗了，他不再觉得父母的固执是自己的负担，也不再觉得家庭的纷争是一种无法忍受的痛苦。相反，他开始明白，正是在这些看似无法化解的冲突中，他才能够发现自己的不安，看到自己的执念，并通过这些矛盾来修炼自己。他抬起头，深深地看了佛陀一眼，感激之情溢于言表。他知道自己此刻的觉悟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在这场与佛陀的对话中逐渐破除内心的迷雾，重见光明。佛陀微笑着看向他，目光如水般柔和，仿佛无声地告诉他，这就是修行，善行。在世间的每一次冲突，每一次困顿之中，都会有觉悟的机缘。如果你能用智慧去面对，那每一次冲突都将成为你成长的阶梯。善行深深叩首，心中的所有迷茫与疑虑似乎在这一刻得到了彻底的解答。
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与解脱，仿佛所有的困扰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。当他再次抬起头时，他知道自己已经不再是那个愤怒的少年，而是一个真正懂得宽容与接纳的人。父母的固执不再是束缚，而是他们表达爱的方式，而自己也终于学会了如何去接纳他们，去感恩他们。佛陀看着他，目光柔和，如同冬日的阳光，温暖而明亮。善行明白，这一刻，真正的修行才刚刚开始。在这片刻的静谧中，善行的心彻底放下了。他站起身，脸上带着久违的微笑，向佛陀行了一礼，缓缓走出精舍，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宁静与力量。他知道，回到家中，父母依然会有他们的固执与不解，但他再也不会将这些看作是障碍，因为他已经明白，无论外界如何变动，真正的改变从来都是从新开始的，而这条修行之路才刚刚启程。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，记得点击关注和订阅，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。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。